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Hello， 想我们吗？也很想你们。这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，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。不错。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，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？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？啊？我说首先这不好笑。其次，我跟你熟吗？如果熟的话，能不能借我200？能借我？也不是，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，有点赤字啊。首先就是我妈啊，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，但是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，就是消费者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？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。然后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妈说这个儿子，这些东西都不要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。我说妈，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为什么换这个枕头？我妈说儿子你不懂，这个新枕头能治病。我说妈我没病。我妈说你别废话，躺下试试舒不舒服？我躺下试了一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，很硌得慌。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，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。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。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。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。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，我回河北老家，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，回去路上我爸一言不发，脸色特别凝重，嘴上起了个大泡。我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，都宿舍坐着呢。我爸开着车，突然来了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，你也得有。”当时他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。我说我爸要给我买房子了啊！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：“我交首付，你还房贷。”当时有点懵，我说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儿子有房贷吗？我爸说那没有。说出来当时有点无语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爸还劝我，他儿子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他未必有啊。我说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？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。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：“的儿子，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出手，以后就很难出手了。”怎么说呢？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，一半。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，我爸还接着劝我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实在不行当投资了呗啊，这房子每年都涨，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再给卖了，赚点钱什么的。”我家在河北秦皇岛。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。我跟我爸说，爸，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，我听说那儿不错。我爸说，儿子，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？啊，儿子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。还阿那亚呢？阿那亚再好，能有恒某靠谱？有，朋友们有。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，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。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，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。直到21年直接出手。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，一出手就有。当时我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我说我爸真是高手，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。我爸特别像盖的一句歌词，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。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！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。我跟我爸说，爸，实在不行再把房子卖了吧。我说亏点我能接受。我爸跟我说，他说儿子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爸爸早就挂上去了。我都懵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，确实不能怪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，但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。我在21年开始理财。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一句话，感觉很有道理，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谁能想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！鸡蛋不能放哪儿？不能放篮子里啊，放地上啊！不要了，死了得了，你知道？但是就这么投资，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，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。
21年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，手里有点积蓄了啊。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，他说小扁要不要投资什么的啊？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，涨了200%。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，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？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。聪明人竟然用钱生钱，买啊！当时特别果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。我说这不就有了吗，朋友们啊？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，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，以上全错。我最近看了一下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。说实话，挺浪漫的。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。21年。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。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，成宿的睡不着觉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。”我说睡不着。我妈安慰我：“她儿子没事儿。”爸爸妈妈也睡不着。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，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，治好了无忧无虑，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！朋友们，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准备去买黄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伟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哎，哇，很高兴回来了，很高兴回来了。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，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，赚到钱了。哦，哎，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，他说门枪你回不回职场？回职场，我连他消息都不回。最近在看房，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。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，因为录节目，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。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，很密集的看，在小红书上看。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？啊，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，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。视频开头他会这样：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？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，毛坯房。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，他说：“总裁欢迎回家，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，26年底开通，总价60万。”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？他钱呐，都充交通卡里啦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标价60万，我还是很心动，正好符合我的预算。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，收藏完了之后，小红书疯了，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。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，在网上啊，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，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。刚需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。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，都刚需。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，都儿子。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，都是导演。3000万到1亿叫豪宅。1亿以上是顶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，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男人嘛，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，并发表辣评。我身边朋友都这样，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。张伟丽打不过我，王嘉尔
没有上海户口。手机刷太多房子了，真的，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。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，游艇豪宅王嘉尔。啊，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，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。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，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？真的号扬起来了，真的肆无忌惮。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？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，黑底白字，旁白是这样说的：他说，如果和珅还活着，在上海住什么房子？我心想，和珅这么贪，难道住贪城一品？我太好奇了，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，我说你给我看看和珅住啥。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、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。他给我介绍呢，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一面墙要60万。我心想，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？柏林墙吗？这个，而且60万，朋友们，一面墙，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。60万，小陈说：“哎呦，门枪，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，这个房子买完之后，我们家徒一臂。”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，走了半分钟，还是快进。小陈说：“门枪，你想清楚，你以后住在这里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，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，只能吃西牛排，因为冷掉了。”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，3梯1户。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。我当时看完之后，3梯1户什么？3梯1户啊？为什么要3梯？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？啊，为什么？这谁住？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，要么给余祥宇住。啊，每次出门，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，1亿8，我吓死了，我想要退出，手都在抖，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。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，他说首付6千万，还可以啊，就2个刚需而已，分期30年，每个月还60万，60万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，我一开始只想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刷了几个礼拜手机，我现在每个月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。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，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！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房？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房，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。严格来讲，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，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。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次打开手机，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1户和珅门枪，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。听一段脱口秀，附赠一个信息茧房，主打一个防不胜防。谢谢大家，我叫门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教主。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？看出来就有鬼了哈，看出来。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，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，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，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，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，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。一搜，我天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真的各位，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，聚焦都聚不上了，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，重启第2人生了，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，一点开后悔没早做。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。说实话，各位，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，
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，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有一个最有名的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，各位听过吗？你们来着了，今天你出去之后，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。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？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，说修的有多好，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，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，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，那零件见都没见过。当时实在没办法了，也不会修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。说来也怪，不会修下水道，会德语。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：“哎，你们那下水道坏了个屁的！”当。德国人说：“不要慌，下水道固有一坏。”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。你打开那个坑，里面会有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，换上之后，下水道完好如初。我天，各位，这个故事非常的扯，各位哈，千万不要信。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！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，千万不要信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扯的故事，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。因为一旦是真的，各位，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。10几年后，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，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。没办法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，还不会德语，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。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，哎，那边下水道好了，眼睛完蛋了。德国人说：“不要慌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，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，你们中文叫酒窝。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。换上之后，眼睛完好如初。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。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，这个根本不用担心，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。我天，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，我不会德语；用中文，他以为他会中文。我们俩交流，我中间实在没办法，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。啊，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，德国口音的英语，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。各位，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，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。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，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，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，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？我在那聊着聊着，他跟我说 SMILE， 我就。他说奶 you smile， 我说 I smile 着呢，哎，这都快 laugh 了，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，这就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，我说您好，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？那个护士说可以，2个字刺痛了我。我30多岁了，教了10几年英语，英语没法跟人沟通。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，能翻译德语。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，我跟人护士说：“我说那个，能麻烦您问一下，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”那护士问医生：“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”我说：“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？”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，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。各位你应该能理解，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，不仅盲了，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，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。我要是出了风险，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。
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，我说那个您能再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？有没有风险？护士说刘先生，您真的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风险，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。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，我一拿那护理包，我说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油脂包来了啊。我拆开那个护理包，各位，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。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，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，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，这墨镜它用不着了。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，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。我说那我问你，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？我一眨眼，眼皮给我切了，我以后跟个鱼似的，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。他说刘先生，他原话，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，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。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。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。我说嚯，快给刘先生切眼睛，切好了。后来发现多虑了，各位多虑了，手术非常的成功。我做完手术那1秒，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。那个翻译跑过来，手术很成功。我最后一次复查，我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，恭喜你，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。但是，我说有但是，咱不第一开始说吗？我说但是什么？他说但是，您年底就要38岁了，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。我说那严重吗？他说没事儿，戴眼镜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生，谢谢大家。见面了，真的。哎，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哎，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。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就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。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哎，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他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，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，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，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，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退休那天。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
这个月经不调，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，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。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悦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，说白了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，你慢慢的。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。还挺有责任心的啊，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。
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他说，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十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，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维。谢谢。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，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。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，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好吧？我爷爷他离婚以后，带着他的小孩，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，啊，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。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。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，后来是我爸妈。那别担心，合法的领了证。对，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，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，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，非常现实主义题材。这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。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。我是直到上初中，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。那我同学告诉我说，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，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，不是同一个人。我说啊，你们家好乱啊！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、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啊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。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、grandpa、uncle、cousin 的时候，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，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？只有我，既亲切又有点忐忑。我心想，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？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。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，因为是这样。首先，你想，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，直接就没了。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，哇，他俩才是一伙的，啊，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。猫给耗子搓上澡了，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，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，很和谐。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，确实很方便。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。工作人员就问了，女方户口本呢？我妈说往后翻。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，回娘家，没听说过。也幸亏他们感情好，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，那也太尴尬了吧。我妈真得管我爸叫前夫哥。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，会很蠢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没有你这个爸爸，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。正月就去剪头，确实好处非常多。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，根本说不完。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，他说：“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，真的。”好省事，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。
这家庭关系太好，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加入微信群的名字，我都有点想笑。我说就凭你们，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？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。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，在我家都不存在。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。正所谓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亲妈最好是婆婆。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，对吧？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，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戴伟。那直接投吧。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，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。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，脸长得有点臭嘛，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。我甚至有个朋友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哇，你长成这样，不抽烟很浪费哦。”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？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，当时是在溜冰场，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，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游客，直到他帮我穿完之后，他抬起头跟我说：“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？”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敢说什么。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。”哎，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，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，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。你过来，手干不干净啊？你过来帮我挠一下背吧。哦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。脸臭是天生的，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，但说实话，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。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，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。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，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打闹，他们都会喂，你老婆有病吧？你老婆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，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，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。喂，你老公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他人很好的。但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，没有人说我丑了吧？有时候也会被夸了，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，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。哎，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，因为正义总在迟到。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，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：“姐姐杀我。”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不是丑啊，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。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，肯定还是丑的。在大城市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酷。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，大受追捧。我没有去过米兰，但我去过农村，很准。”但有什么用，对吧？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，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，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，他们就，哇，喂，你老婆吧？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，他说：“啊，不是吧，没有人买吗？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。”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，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，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。有唇钉之后，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，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。
所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，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，对吧？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。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，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，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，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，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。哎，万一皇上又换口味，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，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。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，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，哇，来了，我的世界。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，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，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，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。她可能有一天在想，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颜色，烦死。那我穿龙袍算了。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卓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晓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很明显，节目组对黑灯啊，有点审美疲劳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需要一个全新的并行在这儿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腿脚不太方便，啊，就是走起来歪歪扭扭。这个是小时候一次脊柱上手术后遗症导致的。哎，当时手术前，大夫跟我们家的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就2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小腿发育不良，影响行动不便；第二种就是大脑发育不良，智力缺陷。很害怕，朋友们。哎，你想，前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磕磕绊绊，而后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什么是磕磕绊绊。哦，天哪！哎，从你们反应当中，朋友们，哪个结果更好，显而易见。所以当时全家做完手术之后，赶紧给我检查了一下，万幸啊，是瘸了。在学校的老师也经常教育我说：“东晓，你看你腿脚不方便，你没办法玩，你就应该想办法好好学习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要没办法玩，我不应该想办法玩吗？对吧？哎，人不就应该去想办法得到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吗？对吧？老师，那你评不上优秀教师，你快想办法玩吧，好不好？”在学校里，老师什么活动都不会让我参加，啊，什么都不让参加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啊，怕我受到伤害。也很感激老师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。比如说6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我参加了一次运动会，啊，运动会扔垒球，朋友们很感动。6年了，老师你终于想起来我胳膊是能用的。哎，每天都去操场上练习扔垒球，然后隔壁班都问我说：“东晓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代表我们班参加运动会。”传出去说我们班太狂了，运动会让别的班2条腿。啊，真到扔垒球那一天，朋友们，我站在那条线前面，我扔出那一颗垒球，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我燃了。哎，我当时觉得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依然可以为班级赢得荣誉。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但我确实腿脚不太好，我没站稳踩线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就取消成绩那一刻，我特别想问裁判，我说腿脚不好，没有人同情一下吗？啊？自从那次之后，老师还在教育我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学习，还拿我们班长给我举例，说东晓，你看咱班班长，啊，每天从早做到晚，从早到晚就在这学习，每次都考第1名，你羡慕不羡慕？我说老师，我不光羡慕，我还恨啊！他有好腿，他不用啊，他从早做到晚。谢谢大家，我东晓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。感谢，的确非常有热情啊，真的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，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看见我都会喊一句话，就喊。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，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。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，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，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。我第一次去都懵了。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，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，我说我错了。我说我到那儿我一进去，我看着那保安大哥，我非常认真，我说啊，保安大哥，你一天挣多少钱呀？他看着我，彪。我说啊，他说保镖。哇，
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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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大哥，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？他说保镖啊是啪啊，保安是我说好。当时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，所有人都非常疯狂，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保安就拦着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计划好了，只要一出去啊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，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，我就看着保安，我说别碰我粉丝，别碰我粉丝，别碰我粉丝好吗？你动我粉丝翅膀，我必回你天堂。我都想好了，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付航好霸气！”啊，第一个热搜，付航霸气互粉，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。然后保安呢，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，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，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，我也保护你。第二个热搜，保安保护保镖。哎，我计划的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但是没想到，我一出去，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。我小鹿门枪，我们几个刚一出去，我还走第一个，我看着那个观众，我说合影嘛，他说不方便。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。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，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。他拦了两下空气，他这样拦两下空气。我说保安大哥，咱们就是太尴尬了，拦空气。我不让你拦，你就先别拦了。他说行。然后我们就往前走，走到一个拐角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，然后拿一根香蕉，掰开了，吃。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，距离我的嘴只有0.01公分，1/4炷香之后，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。当时我面带微笑，我非常开心，我看着我，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，我说这拦一下。我说你拦一下啊！那保安哦，知道了。付航不许吃香蕉啊！我说拦他。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，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我有的朋友，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，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，就喝多了，喂，付航，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。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在酒局上，我那个，哎，帮我圆一下。我说行吧，我说实在行，我行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。然后我说啊，华哥给你电话。然后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你好，我是刘德华，对吧？就干这种事儿。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，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，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，然后对，学呀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学呀。那小孩去，拍身。不是，行了，别拍着。你喜不喜欢？你说实话，孩子，你喜不喜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。我一想，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很多人，我其实从小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。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，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，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、3分钟，就是空算，但我不是智障啊。那个女孩看出来了。其实呢，我数学这么差，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啊，对，在大街上面有发小广告的那种，就是过来就说，哎，家长，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，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？我爸说不去。是免费的，那不早说。这带着我就去了。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，特别难，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，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，也不拿脑子算，拿手算，然后嘴里还嘟囔着，算起来就是哎这。
真的这样。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，我在门口看，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。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，我就是看开你喝，我是以为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学什么。我爸说学进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，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，啊，就问其他同学，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刘子华，那小孩，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？那小孩好。3355114455331145，好，宝贝儿，请坐。富豪，我说到。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？我说好。老师说别让孩子算，再给孩子算死了。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，我说别拦我，不算呢。当时同学走了，老师都走了，我还算呢。我一直算，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爱死你们了！当时呢，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。然后我出来，我爸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他就问你会不会。我爸跟门口抽烟，会了吗？我说这简单呀，我这有手就会这个。我说你摇你也会，这谁都会这。好儿子，回学校试试。我说没问题。到学校，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。他们有演算纸嘛？非常认真，就在那儿算。我不用啊。我就这么算。同学看我，老师我害怕。你怕个屁！你怕？你不算。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：“哎，这哪班的？这个是？哎，这是哪班的？哎，孩子，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孩子，你不会做，给你奶奶叫下来，你也不会。我说我算呢，我不是召唤呢。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，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，我特别开心，因为。”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，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，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。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，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，完了之后抽根烟，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，学完了拿我练，拿抽根烟就指我，就是，哎，黑了吧唧的，过来。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，我说来了，我怎么了，哥哥？怎么了，哥哥？每天给我5块钱，要不然扇你大嘴巴。我说，哎呦，真是个噩耗哎。我说你别给我幽默，每天给我5块钱，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？我说啊，还得算。
他说你是 dancer 吗？我说不是。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？我说不是。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，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，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，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湘玉。稍微有点缺氧了，太刺激了！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，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。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。没事啊，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，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。哈哈，确实啊，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，你们的反应特别好。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，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。平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，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？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，我爸说这是荣誉，必须去。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，不许说山东不好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，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。我爸说哦那行，但还是不放心啊，非要跟我一起去，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。一到后台，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，到处社交，给人家发烟。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，为了给我面子，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10几遍“唐湘玉，唐湘玉，唐湘玉”。不用，就这么尴尬。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。说谁是唐湘玉？咋还不来呢？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？他说那个老头就是唐湘玉啊。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，我更紧张了。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，平均3句打1个。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，节奏是真好啊。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。村长听说我回来了，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。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？我。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。年底照相馆也不开，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。跟寻人启事一样。我何止走起来了，我都走丢了。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，还记得吧？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。今年讲不了了，没有人催了。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，尊重的像家人一样。尊重到毫无素材，我都得引导。我大娘问我20几了，我说31了。她说31了，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。她说31，好。我说好在哪儿？他说好像要吃饭了，就死活不往下说了，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。好不容易有人提到了婚姻问题，我赶紧打开备忘录开始记。我3姨疯狂使眼色，别说这个，别说这个，他写你。就好像我打开的不是备忘录。是生死簿，我现在不光克夫也克亲戚了。可怜我3姨，一个开朗的媒婆，变成了回避型人格。一上午一无所获，这可咋整？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，家庭平静了，事业瓶颈了。
我悄悄问我爸，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？我爸说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。很多亲戚他是刷短视频看的我，短视频剪得稀碎，有些连梗都剪掉了，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。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，单纯以为我疯了。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，大家都正常了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，亲自过来问我。你上哪一桌？当天有2桌嘛，男人一桌，女人小孩一桌啊。说你随便挑，菜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咋这么不相信呢？我去看了一下，哎，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，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，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。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，唯一的野生动物。凭什么我们没有？哦，说是怕我们不敢吃。是哦，你说蚂蚱多吓人呀！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，翅膀我大娘剪的，最后我妈亲手炸的，好可怕呀！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！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他好像是真疯了啊！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，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，你抢啥呀？别耽误人家喝酒，喝酒着什么急呢？耽误啥呀？耽误我们洗碗吗？最后说不行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。我说也可以，但你们不要抽烟，不要提想当年。也不要把酒洒在菜里面。他们说，还是把蚂蚱给你吧。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，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是吃上了蚂蚱。但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蚂蚱再小也是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好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。看过，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。他说：“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”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。我忍了一下，他要给我开脾气，他说：“你快点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”我刚刚一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哎！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
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，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！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，对吧？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他：“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胎记。”面试官说：“哦，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应该会淡掉吧？胎记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，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她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，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。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”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哦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。太优秀了！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”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当时冷笑，我说：“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”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哦，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我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说老师，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：“哦，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”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啊，极个别，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对吧？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出去，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我开心极了。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，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。完
全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，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，还要穿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，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。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。对吧？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。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看不见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吊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过去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！撞线那一刻，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，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。真的。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说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，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希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